我们从地狱爬出，坠入一条散发着尸臭的地下河。在尽头，我看见了一片发着五彩荧光的真菌森林，而森林深处那个黑市医生给我看了一份体检报告，我女儿小雨的实时监控画面。他对着空气说：“爸爸，我好胖。”然后一个用我的声音录制的谎言从音响里传了出来，管道在身后被手雷炸塌。下一秒，脚下的金属隔爪彻底崩裂，三人被汹涌的地下暗河瞬间卷走。冰冷刺骨的污水灌入口鼻，带着铁锈和腐败物的恶臭，像无数只冰冷的手将他们拖向黑暗深处。陆晨一手死死抓着苏若的战术背带，另一手将彻底昏迷的阿九护在怀里，在激烈的漩涡中绝望地维持着三人脆弱的连结，挣扎仿佛没有尽头。就在肺部的灼痛达到极限时，水流奇迹般的变缓，前方黑暗中逐渐浮现一片朦胧诡异的五彩光晕。那不是灯光，而是覆盖了整个巨大洞穴穹顶的层层叠叠的发光台线和巨型真菌，它们像一片扭曲而绚烂的君临，将地下世界映照得光怪陆离。光芒下隐约可见水面上的木质平台、摇晃的绳桥，以及用废旧集装箱和金属废料搭建的简陋棚屋。空气中孢子甜腥、食物腐败、金属锈蚀和人体焊垢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复杂而压抑的生的气味。隐约的人声、叫卖声、争执声从各个角落传来。他们艰难爬上一处无人的湿滑平台，瘫倒在地，剧烈喘息，咳出耗尽的污水。陆晨手背的烙印在接触到空气中浓郁的真菌孢子时，竟微微悸动了一下，没有警告，没有排斥，更像是一种冰冷的识别与接纳。这是君临市集。苏洛用力拧着外套上的污水，眼神如刀般扫视着光影交错的四周。地下网络的灰色地带，逃犯、走私者，不愿去官方集结点的被标记者，在这里靠交易和掠夺苟延残喘，没有法律，只有价码和拳头。话音未落，几道或警惕、或贪婪、或纯粹麻木的目光从周围棚屋的阴影中，从绳桥的缝隙里无声地投射过来，像打量着新上岸的猎物。一个嘶哑的像砂纸摩擦的声音从旁边一个挂着破旧红十字帆布的集装箱棚屋里传来：新来的带伤的，我这儿有药，有情报，也有体检服务，价格公道。棚屋门口倚着一个干瘦的像骨架的中年男人，他穿着一件脏得看不清原本颜色的白大褂，戴着一副左近片完全碎裂的护目镜。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右手，缺了中指和无名指，剩余的3根手指正灵活地把玩着一把锈迹斑斑却刃口雪亮的手术刀。他裸露的脖颈上蔓延着一片不规则的仿佛角质增生的灰色皮肤。苏洛压低声音，语速极快：蟑螂凯斯，黑市医生兼情报贩子，手很黑，要价高，但消息有时候真他妈的灵通。陆晨看了一眼怀中气息微弱、掌心那荆棘印记光芒已暗淡到极点的阿九，他抬起头看向那个把玩手术刀的男人，声音因寒冷和疲惫而嘶哑：怎么交易？凯斯咧嘴一笑，露出满口黄黑交错的烂牙。他目光越过陆晨，直接落在他那只自然下垂却仍在无意识微微发光的左手上。看你要什么，至于体检。他顿了顿，护目镜后的独眼闪过一丝金光。尤其是给你们这种烫手的客人做，价格得另算。他伸出缺了2指的手，指了指陆晨的手背。比如让我扫一下你那个发光的小玩具，就一下。